在2023年巴黎时装周的 T 台上，一种深邃而质朴的蓝色成为众多设计师的宠儿，这便是被称为法工蓝 Bleu de Travail 的经典色调。这种源自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的服饰色彩，如今已成为当代时尚的符号。在 APC 的秋冬系列中，设计师让图一图将传统工装蓝与现代剪裁相结合，打造出既怀旧又前卫的外套。而在 Jacquemus 的工坊主题秀场上，经过柔化的法工蓝出现在解构主义风格的连体裤和夹克上，粗犷的工作服元素被赋予诗意浪漫的表达。法工蓝的流行并非偶然，这种色彩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诞生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法国工厂，最初采用靛蓝染色并非出于美学考虑，而是基于极其现实的考量。靛蓝染料成本低廉，且能有效遮盖工人们在煤矿、铁路等恶劣环境中工作产生的污渍。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种蓝色随着穿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独特的褪色效果，形成个性化的穿着痕迹。每一件工装都在讲述穿着者的劳动故事。当代时尚对法工蓝的重新诠释，体现了对传统工艺与可持续理念的双重回归。3带5扣的经典设计，胸前一个口袋，下方2个大口袋，配以5颗前襟纽扣的极简结构，在今天的街头风格中依然清晰可辨。这种设计最初完全出于实用考虑，铁路工人需要多个口袋分门别类放置工具，5颗纽扣确保外套在劳动中保持严密闭合，而没有里衬的单层设计则减轻了工装的整体重量。如今，这些功能细节已被转化为美学符号，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纽带。法国工装的起源与工业革命紧密相连。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网络扩张和煤矿业兴起，法国城市涌入大量工人阶级。这些工人每天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工作14到15小时，面临着2大穿着难题：普通衣物无法承受高强度磨损，频繁清洗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被称为 Bleu de Travail 的专用工装应运而生。早期法式工装采用靛蓝染色的斜纹棉布或帆布制成，这种材料经过特殊处理，具有惊人的耐磨性。其设计摒弃了一切装饰元素，呈现出纯粹的功能主义美学。首先，采用方形直线剪裁，便于最大化利用布料，减少浪费。第二是采用3个大型贴带，胸前1个，腹部2个，方便分类携带工具。第三是采用5颗前襟纽扣，确保工作过程中衣物保持严密闭合。第四是采用无衬里单层结构，减轻重量，降低成本。这种工装最初在铁路工人中普及，随后扩展到矿工、农民甚至监狱囚徒等群体，成为法国中下阶层的身份标识。有趣的是，靛蓝的使用不仅出于实用考虑，耐脏也带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意义，就是穿着者可以清晰区别于穿白衬衫的工厂主和管理阶层。进入20世纪，法国工装在设计细节上经历了一系列优化。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是灯芯绒领的加入，这一设计既增强了颈部的保护性，又通过不同材质的碰撞创造了意想不到的美学效果物。同时，工装的口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右胸口袋增加了带盖设计，防止工具和物品在弯腰劳动时掉落。内衬增设隐藏表带，方便工人掌握工作时间。这一时期，法国工装开始超越纯粹的工作服属性，向文化符号转化。传奇街拍摄影师比尔·坎宁安将一件贴满胶卷的蓝色工装外套变成了他的个人标志。这位常年穿梭于纽约街头的时尚观察家，以这种特殊方式向工人阶级美学致敬。他的工装外套成为连接劳动阶层与时尚世界的桥梁。然而，法国工装在欧洲的发展面临特殊挑战。在高级时装屋林立的法国，
工装被视为底层劳动者的象征，难以获得主流时尚界的认可。这种阶级分野使法国工装未能像在美国和日本那样发展成完整的文化体系，而更多保持了其原始的功能属性。但也正是这种未受污染的纯粹性，为日后法国设计师重新发掘其美学价值埋下了伏笔。20世纪初，随着欧洲移民潮，法国工装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这片新大陆上开启了令人惊叹的演化历程。最初，这种被称为 chore coat 杂物外套的工装在底特律等工业城市的工人中流行，其坚固耐用的特性尤其适合美国严寒的冬季。美国工装品牌对法式原型进行了多项关键改造，首先是4代设计取代3代，在保留胸前2个口袋基础上，增加了2个下摆大口袋，提升了实用性。其次是面料选择多元化，从法国单一的靛蓝棉布扩展到牛仔布、斜纹布、灯芯绒甚至毛呢。最后是内衬创新，加入毛毯衬里 blanket lined， 增强保暖性，适应更寒冷的工作环境。立于1889年的 Carhartt 品牌在这场演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20年代，该品牌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Michigan chore coat 密歇根工装外套，采用棕褐色帆布制作，直身剪裁，4个外口袋加内件表带，领口采用灯芯绒材质。令人惊叹的是，这款外套的基本设计近100年未变，却依然畅销，成为美式工装的黄金标准。美国对法式工装的最大改造在于文化内涵的重塑。在法国，工装始终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在美国，工装被赋予了开拓精神和个体自由的象征意义。这种转变在流行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电影《猎凶风河谷》中，杰瑞米·雷纳饰演的捕猎人穿着工装外套在雪原中追踪痕迹，塑造了一个独立坚韧的美国式英雄形象。工装从劳动必须变成了风格选择，完成了从车间到日常的关键一跃。进入21世纪，法国工装经历了令人惊叹的时尚复兴。这一复兴的深层动力是当代时尚对可持续性和真实性的追求。随着快时尚弊端显现，消费者开始转向经久耐用的设计，而工装固有的耐磨特性恰好契合这一趋势。据 PayPal 2020年的研究数据显示，近 50% 的快时尚品牌销量遭遇明显下滑，消费转向更持久耐穿的慢时尚。法国设计师以独特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工装。APC 将重丹宁质感与传统工装剪裁结合，在极简主义框架内探索工装的功能美学。品牌创始人让图伊图将工装元素融入日常服饰，模糊了工作服与生活装的界限。在2019 Jacquemus 秋冬系列中，设计师从法国面包师和农场工人服装中汲取灵感，以柔和的色彩和精致的面料重构工装轮廓。宽大的口袋、连体裤设计被赋予诗意表达，传统工作服升华为时尚宣言。在 La Mer 2021春夏系列中，将工装精神提炼为流畅的纯色套装，通过高级面料和宽松剪裁彰显现代知识分子气质，实现了工装与高级时装的完美融合。更令人惊喜的是，法式工装正在与 Athflow 风格、运动休闲风产生奇妙化学反应。2022年秋冬，一批法国新锐设计师尝试将工装外套与运动裤、连帽卫衣混搭，创造出既舒适又不失精致感的全新风格。这种混搭打破了传统时尚的阶层壁垒，象征着工装从工人阶级专属到全民时尚的民主化进程。法式工装的现代转型核心在于对实用美学的再发现。当设计师们剥离工装的历史尘埃，其内在的功能性设计、多口袋、牢固缝线、活动自如的剪裁，展现出惊人的现代性。法国时尚评论家伊内德拉弗雷桑热道出了关键：我们处在一个喜欢耐用品的时代，我喜欢有岁月感的服装，即使经历磨损也能呈现别样的美感。正是这种不完美的完美，使法国工装在当代焕发新生。
工装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形态。法式、美式和日式工装代表了3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哲学和生活美学。法式工装始终保持着低调优雅的本色，其核心特征从未因时代变迁而动摇。第一是色彩纯粹，以靛蓝为主，偶有深灰或卡其变体，避免过度装饰。第二是结构精简，经典的3带5扣设计，线条利落，无冗于细节。第三是面料质感，采用中等厚度棉布，兼顾耐磨性与舒适度，随着穿着产生独特褪色效果。第四是版型考究，相比美式工装更贴合身形，长度多在臀部以下，保持实用性的同时不失优雅。法式工装的精髓在于将实用需求转化为美学表达，每一处设计都有明确功能指向。这种形式追随功能的理念，深刻影响了现代法国设计，尤其在 Le Monde Saint-Michel 等传统品牌中得以延续。该品牌自1913年创立以来，坚持3倍耐穿的质量标准，其标志性平领5扣夹克成为法式工装的活化石。美式工装虽然源自法国原型，但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第一是材质强化，采用重磅丹宁和帆布，厚度可达法式工装的 1.5 倍，强调极致耐磨。第二是结构夸张，4口袋设计成为标准，右胸口袋加带盖，常配以铆钉加固和双车线。第三是版型宽松，为适应高强度劳动和叠穿需求，采用直筒甚至宽松剪裁。第四是文化符号化，从 Carhartt 到 Dickies， 工装成为美国工人阶级骄傲的身份标识。美式工装体现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精神，为解决问题而生，不避讳展现其力量感。这种特质使美式工装成为街头文化和潮流领域的宠儿。正如 Dickies 产品负责人所言，消费者被功能类传统品牌吸引，是因为他们提供更耐穿的服饰。这类曾经为工人设计的实用性服饰是永恒的经典。日式工装 Amakaji 始于2战后对美国工装的模仿，但很快发展出独特的美学体系。第一是色彩革新，突破传统深色调，引入白色、浅卡其、莫兰迪色等清新色调。第二是版型改良，针对亚洲身形优化，推出9分裤、束脚设计，避免欧美版型的拖沓感。第三是面料升级，采用高品质棉麻，甚至融入丝绸混纺，提升舒适度和垂坠感。第四是细节精修，缝线更精细，五金考究，弱化工装的粗犷感，增添都市精致度。日本品牌如 Visvim Double Taps 将工装推向极致精致化的方向，同时保留其功能内核。日式工装的精髓在于将工作服转化为生活美学。正如日本著名设计师山本耀司所言，我的挑战是设计适合更多人穿着的衣服。虽然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个性来区别不同的人，而不是他们身上的标签。从19世纪铁路工人沾满油污的双手，到21世纪 T 台上光影流转的华服，法国工装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身份蜕变。这场蜕变的核心并非简单的美学改良，而是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当现代人厌倦了过度消费和及时满足，工装所代表的耐用性、真实性和可持续性便成为一剂解毒良剂。法式工装最深刻的启示在于，真正的风格无需追逐潮流。那些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诞生的设计，3带结构、5颗纽扣、靛蓝染色，穿越100年依然充满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自对人类真实需求的尊重，而正是这种尊重，使法国工装从车间走向街头，从工人群体扩散到时尚先锋，最终成为全球共享的美学遗产。今天，当我们穿着一件法工蓝外套走在都市街头，我们不仅继承了一种色彩或一种剪裁，更继承了一种与物质世界的相处之道，尊重物品的寿命，欣赏使用的痕迹，在功能中寻找美感。这或许是工业化时代最珍贵的穿衣哲学，也是法国工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好的，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点赞和分享。我们下期再见。